轮椅上连任4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，在第4届任期内与世长辞。在多数美国人心中，他是美国历史上无可替代的伟大总统。这一赞誉却遭到华尔街资本家的强烈反对。这位身残志坚的领袖，不仅2次力挽狂澜将美国从绝境中拉出，更在2战落幕前以远见卓识重塑世界格局，为美国奠定了战后100年霸权，堪称真正的时代巨人。1921年，39岁的罗斯福已是政坛新星，他曾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，还参与过副总统竞选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然而，就在此时，他突然被诊断出脊髓灰质炎，双腿彻底瘫痪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无法站立的人似乎很难在政坛立足，所有人都认为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。但罗斯福并未认命，短暂消沉后，他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。几年后重返政坛时，他已能借助钢架支撑下半身，在他人搀扶下勉强行走。重返政坛的罗斯福仕途愈发顺遂。1928年，他成功当选纽约州州长，任职期间政绩卓著，深受民众爱戴。但仅1年后，全球经济大萧条从美国爆发并蔓延至全球。作为危机中心的美国遭受重创，银行接连倒闭，工厂纷纷关门，失业人群遍布街头，股市大规模崩盘，整个国家被绝望笼罩。时任总统胡佛的救市举措未能奏效。1933年，罗斯福临危受命，接任美国总统。罗斯福向美国民众承诺问题终将解决，随后强势推出罗斯福新政。他首先成立专门政府机构，为濒临饥饿的民众提供食物和住所，保障基本生存。接着颁布社会保障法，建立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制度。在此之前，美国工人老弱病残或失业后只能听天由命，而新政让政府成为民众的后盾。除了授人以渔，罗斯福更注重授人以渔。他推行以工代赈，由政府出资开展大规模基建，修路、架桥、建学校、挖下水道、盖机场，全国宛如一个巨大的工地。著名的田纳西河流域工程便是这一时期的成果，既治理了水患、发电，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，国家基础设施得以更新，工人赚到工资后产生消费能力，进而带动了经济复苏。更重要的是，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收入，保住了尊严。他们并非领取救济，而是在为国家建设做贡献。然而，罗斯福的新政触动了许多资本家的利益。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，市场应自行调节，政府不应过多干预。但罗斯福不仅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，还通过法律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，允许工人组建工会与雇主谈判。更让资本家不满的是，他推行针对富人的累进税制，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 25% 逐步提高。2战时期边际税率甚至达到 94%， 拒不纳税者将面临法律制裁。这一系列举措让资本家们怒斥他是精英阶级的叛徒，指责他推行社会主义，试图摧毁美国的自由根基。最高法院也曾多次判定新政的核心法案违宪。对此，罗斯福试图改组最高法院，虽未完全成功，却也让最高法院收敛了对新政的公然反对。与此同时，罗斯福通过炉边谈话拉近与民众的距离。他定期坐在壁炉边，通过广播以拉家常的语气向民众解读政策，赢得了广泛支持。在软硬兼施之下，新政得以顺利推行，美国经济逐渐复苏。在推行新政的同时，罗斯福始终关注国际局势。当时纳粹德国在欧洲肆虐，日本在亚洲疯狂侵略，他深知2战迟早会爆发，美国难以独善其身。但彼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浓厚，民众普遍不愿卷入战争，于是罗斯福采取外圆内稳的策略，对内承诺不主动参战，对外则推动租借法案，向英国、苏联等反法西斯国家提供大量军火援助，同时暗中启动曼哈顿计划，集结顶尖科学家研发原子弹，为参战做好充分准备。1941年12月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，数千名军人丧生。这一事件彻底激怒了美国民众，全国上下高呼参战复仇。此时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已十分糟糕，除下半身完全瘫痪外，还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。但他依然坚定地宣布美国正式加入2战。尽管国内民众因珍珠港事件要求先亚后欧，但罗斯福眼光独到，认为纳粹德国才是最棘手的敌人，坚持制定先欧后亚战略。他同时看到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性，中国军民牵制了大量日本陆军主力，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争取了宝贵时间。因此，罗斯福为中国提供了诸多援助，派遣飞虎队开通驼峰航线，运送大量飞机和物资。他还认为，战后中国必将成长为大国，
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稳定作用。1943年，罗斯福坚持让中国参与开罗宣言的签署，明确规定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，为中国在国际上证明。在筹划联合国时，他顶住压力，坚持将中国纳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。尽管这一决定遭到不少质疑，认为中国作为落后的农业国，不应与美苏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并列，但罗斯福认可中国的潜力和在二战中的贡献，最终推动中国成为联合国5常之一。当然，罗斯福重视中国，本质上仍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考量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为提升中国战后国际地位做出了积极贡献。1944年，罗斯福推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，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，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。这一体系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，奠定了美国战后经济霸主地位。即便到今天，美国仍在受益于这一体系的红利。